是赵康，欢迎你来到 TVBS 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赵怡翔议员、张志豪议员、唐湘龙先生、王宏威委员、叶元之委员、钟佩君议员。好，那么川普在国会演讲讲了将近1个半钟头，是他5次在国会演讲里面讲最长的第一任有4年，今年是第2任的这个再回去的第1次哈。那这个哇，就真的是大家都疯狂，就共和党议员讲几句话就站起来鼓掌，讲几句话就站起来鼓掌，还要喊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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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狂一样哈。那民主党议员就在那边看，还背对，有人拿标语骂他，拿标语被赶出去了好，那么川普就说他们说要报复给我们高关税，谁给我们高关税，我们就用高关税报复他，回敬他，而且还点名欧盟中国南韩印度很多国家，加拿大等等的都给我们高关税，为什么他们低关税，他们给我们高关税好，那么现在2.0关税战川普呢就是要美国优先说呢，川普在国会是不计代价激情演出。其实那天泽伦斯基去呢，2个人也激情演出正是现在就是一种表演秀那另外呢，川普对加拿大征25%的关税，杜鲁道说极其愚蠢、笨蛋对普丁那么好，对我们这么坏然后呢，甚至还有这个州长这个安大略省州长吧，福特说我们要零关税，川普说你要我给你零关税，你也给我零关税而且加拿大我去查，去年对美国的顺差1000多亿美金不少。那杜鲁道说呢，川普偏偏说我们没有好好查芬太尼，他只是晃子了，他想吞并加拿大，还叫我加拿大州的州长，真可恶川普也是，这个实在是对人家很不尊重，叫人家州长那另外呢，这个安大略省这个省长呢很强烈的要给你断电，把镍不给你停止，因为纽约一些电加拿大去的，给你在断电，看你纽约怎么办那另外呢，这个大陆说美国叫恩将仇报你要打贸易战，我跟你奉陪到底。恩将仇报意思就是说呢，天天讲芬太尼，我已经尽力在阻挡了，是你美国人自己不争气，谁叫你吸你要吸芬太尼，你们怪我呢？我帮了你就是已经是恩了，你还要报我的仇要加我的关税，你搞什么鬼叫你人不吸不就好了吗？那另外呢，川普下个月要加征进口农产品的关税，专家说台湾可能已经没有谈判的筹码了川普要讲是台湾有什么筹码吗？台湾也没什么筹码了。1小时40分钟大谈他的政绩，我们看一下。Have used tariffs against us for decades, and now it's our turn to start using them against those other countries. 被《纽约时报》誉为美国总统川普最大经济豪赌，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发动的关税战，不仅颠覆全球贸易关系，美国最大贸易伙伴也强硬回应。Now, it's not in my habit to agree with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but Donald, they point out that even though you're a very smart guy, this is a very dumb thing to do. 美方如果别有所图，执意打关税战、贸易战或者别的什么战，中方将奉陪到底。渥太华和北京，一个呛川普关税愚蠢，一个说奉陪到底。周末即将下台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随即宣布，对价值300亿加币的美国进口品课征25%关税，如果需要，21天内将再加码对另外1250亿加币产品加征关税。Canadians are reasonable, and we are polite, but we will not back down from a fight. 杜鲁多高分贝呛川普政府加征关税的理由芬坦尼根本是借口。我怎么看？我觉得这个从川普上任以来他一系列的大家感觉很疯狂，但是呢，也掀起整个全世界的这个经济上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波澜呢。那么，尤其他这次的这个演讲，其实呢，我觉得它里面的内容真的有很多吹牛。比如讲他当然就洋洋得意说他已经创造了多少多少的投资。那其他的部分我可能还搞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对台积电来讲，他说他创造台积电1650亿美元的投资，拜托650亿那应该是拜登时代的一个政绩，所以他就等于是收割了就割韭菜一样。那在整个的这个状况里面。其实他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在他第一任的任期的时候呢，就是有中美贸易大战。我觉得现在可能刚刚讲到有很多
这个加拿大的部分。那尤其美加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好，那不要说这个他们 FTA 啦，或者他们人民之间呢也非常友好。那甚至我们很多的就是美加旅游，美国加拿大，可是没有想到现在因为贸易战而整个的反目。不要说杜鲁道现在直接的就是两边一直这样对呛。现在加拿大人民他们前2天也做一个民调，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加拿大人民讨厌美国人。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新闻，就也很有意思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讲说美式咖啡 Americano 对不对？那就加拿大说，我为什么要喝美式咖啡？我要把它改成加拿大咖啡哈。就是这种的情绪已经开始有一些。那种民族的情绪，那听说呢，现在美国跟加拿大之间，比如他们打曲棍球，好，只要那个一开场呢，两边就开始打架哈，因为双方都很仇视。那所以现在本来是美加是这样好的一个关系，现在因为贸易大战啊，那当然也变成牵涉到连人民之间呢都有很多的这个仇恨跟这个大家会非常多的不满。但是呢，我觉得对于这个台湾来说，现在虽然对我们这个可能影响最大的就是有关于这个半导体的部分。第一个，我们对半导体就是台积电要到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这2天我们都看到新闻，这个川普呢洋洋得意啊，我就说美国笑嘻嘻哈。台湾惨兮兮，因为对于我们的护国神山，包含有这么多投资，而且有这么多的就是更高的制程，而且连研发中心都要搬到美国去的。那所有大家非常过去一直在担心的，就是台积电会不会变成美积电？现在看起来好像真的噩梦成真。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就说问我们到底有关于就是台积电到美国要投资1000亿，我们到底换到了什么？因为以这个贸易战就是关税战来说，因为他本来说这个半导体呢要提高关税，可是即便台积电到美国去设厂，他也只告诉你，在美国生产的这个半导体呢，它不课税。可是你如果还留在海外的部分，它照样要课征你关税哦，照样要增加你的关税哦，还是可能课到50%。所以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当我们牺牲这么大，台积电已经贡献这么多的状况之下，会不会使得在台湾生产的这些晶片，未来包含晶片也好，或者它的这个iPhone 像使用这个我们晶片的手机等等，也会因此而提高关税？我们不知道，所以进而大家担心的是，这会不会影响台积电在台湾的投资？现在连包含就说有些南部厂，包含高雄跟嘉义厂，会不会如期的进行？虽然台积电昨天发新闻稿说台湾的投资一切如常，但是真的会如此吗？如果美国还是提高关税的话，那么留在台湾的关税，留在台湾的厂或者即将要的厂，是不是因此而会被终止、会被影响？好吧，川普昨天的演讲啊，所以有7大重点，他们刚整理出来了啊，包括谈乌克兰啊，说美国弹价高涨啦，等等啊，巴拿马运河格陵兰我一定要拿回来了等等啊。那另外呢，这个有一个众议员啊，就举了牌子啊，说呢你是假新闻啊，马斯克去乱偷啊。被川普呛啊，然后呢，议长把他赶出去啊，请他出去啊。那另外呢，这个华盛顿邮报去查核事实，说有26个不实或是乱讲啊。那但是呢，这个70%民众说很好哦，川普讲很好，为什么呢？说很有娱乐效果，大家真的看了。现在不要说美国，台湾的几大报每天头版头几乎也都是川普哈，对，几乎都是川普。以前都没有的，以前都在那个国际版，现在都要头版推下去。我们看看他演讲。Mr. Speake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总统川普驾到，周二来到国会联席会议，发表他第2任期的首场国会演说，一开场就忍不住喊道 ：“America is back。”主题是重振美国梦。6 weeks ago, I stood beneath the dome of this Capitol and proclaimed the dawn of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We have accomplished more in 43 days than most administrations accomplished in 4 years or 8 years, and we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川
普一一细数上任6周的成就，从国内到外交，其中继首次内阁会议，川普再重申政府效率部终结浪费。Will be ending the flagrant waste of taxpayer dollars. And to that end, I have created the brand new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which is headed by Elon Musk, who is in the gallery tonight. 也一样再点名穿西装打蓝色领带的爱臣马斯克。另一个重点是移民，川普称已迅速达到史上最少的非法越境人数。唯有讲到经济，不提做了什么，把锅甩给前朝拜登政府。Joe Biden especially let the price of eggs get out of control. The egg price is out of control. And we're working hard to get it back down. Secretary, do a good job on that. You inherited a total mess from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根据 CNN 统计，川普一共提了12次的前任。一开讲，德州众议员格林拒绝坐下，甚至马上被请出场。Remove this gentleman from the chamber. 其实现在我觉得川普正式已经将全球的贸易战开打了哈。其实过去我们都是看到这川普第一任，其实贸易战是针对美中现在川普似乎是贸易战要延伸到全球。那其实贸易战这一块，当然我觉得这个川普接下来有一个铺陈啊，对，先他已经针对这个美国跟对加拿大跟墨西哥各课征这个2%5%的关税他虽然有一些例外，但是原则上是2%5%，导致加拿大、墨西哥非常不满。第二，他对中国已经2度课征1%的关税所以这个再加上他过去第一任期大概25%，现在中国关税可能已经35%到45%了。再来，他针对什么？他针对钢铁业，钢铁业也要课征关税。那最后，他在4月的时候，还要对全球课征所谓的对等关税，也就是各国课美国的产品多少的关税，他也要去回课这个关税。所以可以看得出，它是有一个节奏在。那这个节奏似乎确实会导致我觉得全球的贸易战开打那当然，我觉得川普自己其实也承担蛮大的风险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说第一大风险，其实美国最近的股市很惨，真的是很惨，狂跌，而且一跌都是跌1-2%几百点。其实川普过去都把股市的这个膨胀视为自己这个经济成就的一个象征，但现在他反而选择比较针对股市的部分沉默。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无论是汽车产业，无论是高科技等等，大家都感觉到动荡，不确定未来的产业链该怎么去这个布局所以这部分我觉得股市会持续在美国会看见一些动荡。第二个部分，物价膨胀，其实美国物价膨胀，大家不要说，虽然已经下来了，但其实还是蛮高的。那有请看川普，其实我觉得他也重视到这一块，所以他包括到今天，他还这个他的商业部部长还出来讲说，有可能我们还是会免除这个来自加拿大、来自不同地方的农产品，因为为什么？怕说这个美国的消费者到了超级市场消费的时候，感觉到，川普，你选举承诺我说你会降低物价膨胀，降低这个所谓的这个超市。这个包括蛋也好等等的价格，结果突然之间你不是降低，反而是更加的增加，所以这部分确实会造成川普一些民意的压力。第三部分其实就是这个所谓的产业链的转移其实我觉得很多国家现在都不会将美国的市场看见说是未来我可以稳健发展的一个对象，所以包括。是墨西哥也好，墨西哥最近才宣布说，我要跟加拿大要去跟欧洲开始谈这个贸易加拿大的产业等等也是一样，去找了其他的这些贸易伙伴。为什么？因为认为说美国这部分的不可预测性太高了。其实但最后就是说，当然川普也会面临到各国的一些惩处的作为嘛，对不对？包括加拿大提到未来我可能要去终止这个电的输出，我可能要去下架所有的美国的这个酒精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重点是这样子，就是。川普实施这个贸易战，我觉得确实风险非常非常高。我不是说对于全球的经济风险而言，对于他个人的政治风险也很高。但似乎川普才刚上任这个共和党对他来说是蛮一致性的支持。刚刚包括我们在看到这个演说，其实很多人欢呼，对不对？所以目前为止，我觉得他还是会恣意往前走。但恣意往前走，能走到什么样的地步，会遭到什么样的一些因应措施，我觉得这大家会持续的拭目以待了。不过川普当然不太一样，因为他这是只能干1任的。对，那能够干2任的，第1任都想我怎么连任。对他来讲，连任大概他很想啦，但是难度蛮高的。所以对他来讲，他现在最想的就是历史上怎么留下他的名声，留下他的记录。那他可能想，所以他可能不会
看那么短期的利益，他要看稍微比一般政治人物稍微长期一点，对他到底好不好。当然了，其中选举也很重要了，其中选举到好不好，对他其实影响也蛮大的。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中国的军费今年增加7.2%，所以呢有8兆新台币啊，那是我们的12.5倍啊。那其实原来是我们的17倍啊，所以呢这个现在慢慢稍微说，但是还是很大的啊，差别还是这个距离还是很大的啊。那这李强啊这个报告啊，在政协人大今年开政协人大两会嘛，在人大会报告说经济要保5 ，GDP 要增加5%哦。军费增加7.2%啊，所以他们说军费高过 GDP 的这个成长啊，但是GDP 是一个比较大的，军费是 GDP 里面一部分嘛。那大陆的军费大概占 GDP 的1.5%，哦，美国是3.8%，台湾是2.4%，韩国是2.5%，目前大概情况是这样啊。那大陆的军费呢，政府连4年破7%，那外国媒体说呢，军演跟武器可能钱用在哪里呢？可能用在军演，可能增加这个新的武器啊。那另外呢，这个陆委会就说，你看你征那么多国防预算，北京要理性克制啊，不要以为你可以穷兵黩武，用军队就威吓我们，不可以的啊。那另外呢，这个我刚刚讲比台湾高出12.5倍国防预算啊。那另外呢，这个专家说呢，实际支出恐怕更高，是不是有什么隐藏性的这个预算啊？我们后来也有一些隐藏的啊，没有放在国防，可能放在其他地方。我们看一下，深入推进练兵备战。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大陆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强工作报告提到，要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要求各级政府得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军方代表也透露，军演范围越来越广。每年，我们都参加跨区实兵演习，从北疆草原到南国密林，从东海之滨到西部戈壁。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检视中国大陆近年军费预算，2022年增幅开始超过7%，当年达到7.1%，接下来3年增幅都维持在7.2%。2025年已经超过1.78兆人民币，约合台币8兆310亿，仅次于美国，还是全球第2大的军费支出国，比台湾军费高出12.5倍。一方面，我觉得我们要正视中美关系现在面临的严重挑战，但另一方面又要对我们自己国家的发展，对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要充满自信。大陆军费增加的幅度高于经济成长目标的5%。路透分析，这反映北京在面临地缘政治挑战之际，持续致力进行军事现代化。军费除了用在军事科技突破外，不排除也投资于增加武器和军演次数。2024年，日本就因为大陆军费预算超过日本整个国家预算的30%，表示感到震惊。大陆持续对军事加大挹注资源，势必再次引起国际担忧。好，据这个斯德哥尔摩的机构统计，我刚刚看了一下美国的国防预算现在一年大概8000亿美金，8000亿。那大陆呢，大概2900到3000亿啊。不过中国大陆因为它的那个购买力是不一样的啊，比如它的军人就不会美国军人待遇高嘛，所以呢，美国也害怕。虽然它的军费可能只有它的1/3啦，但是呢，这个中国老美不是讲嘛，他做10艘军舰，我们才能做1艘军舰。来，向总怎么看？因为在同一天你看到的是川普在国会的演说，以及中国大陆开两会。川普的演说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天天都是川普的新闻，因为他的每一句话都可以拿来做标题，所以你会看到许多标题式的语言。其实你看到川普的演说充满了娱乐的气息，他就是个实境秀。那他要扮演的角色呢，是一个吹牛大王的角色，就是不停的吹牛，吹的牛能不能兑现那不重要。我当选的第一天呢，俄乌战争就结束，今天已经过了快2个月了，48天。事实上呢，那都是很遥远的问题，就是吹牛基本上面是不犯法的，所以他就继续的吹的在当时能够让大家嗨呢就好了。
吹完牛之后，他的那种的娱乐的效果，底下来听他吹牛的人呢，其实都是参加一个宗教活动，带着一种狂热的气息，跟着呢必须要进到呢那个吹牛者的情绪里面，仿佛呢看到了神迹。所以你看到那幕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个实境秀，实境秀影响实境秀呢接下去的效果的，就是看大家对那个实境秀的吹牛什么时候会出现疲劳，那个疲劳感，我认为你已经可以闻得到那个疲劳感。这一次的国会演说，只不过是他选举胜选了之后的一个加演场，让这些的国会议员呢，在那个场合当中，大家呢再兴奋一回。可是其实兴奋终究呢会有到头的时候，这种的疲劳感，就像实境秀的收视率下来之后，它终究呢是会收场的。那当这个疲劳感出现的时候呢，当吹牛无以为继，不足以再鼓舞人心，不能够创造标题的时候，川普呢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美国这个国家当下所遭遇到的困局，而且是在国际信用当中的基本的破产，就是不会再有一个国家，除非他的国力不许可，否则会蠢到相信呢美国这个国家的承诺。因为美国的这种的选举政治，起码呢每4年呢你都要面临一次的震荡。好，但相对来讲呢，在北京上演的是另外一幕，北京就是行礼如仪。你没有看到什么很激情的演出，你没有看到呢这种的很狂乱的这种的脱轨的言行。可是北京的所有的每年的两会，对于外行人看起来呢是个大拜拜。可是你看他今年的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我认为是这几年看下来里面，我觉得最特别的一本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份的工作报告里面，其实7.2% 的军费的支出，5% 的 GDP 的成长的追求，这些表面的数字呢，没有这么重要，而是7.2% 呢超过它的 GDP， 而且已经连续第5年。连续第5年都是用7.2% 的 GDP 的这样一个成长率在成长的时候，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能够持续的跟着呢这个7.2% 的这个呢增幅呢去跟它呢进行任何军事上的较量。台湾如果在军事上面来讲，盯着呢是解放军的7.2%，那台湾的压力一定会非常非常大。你买再多的军购，除了满足美国的虚荣心之外，再面对到两岸的冲突呢，是不可能的。同样的，其实7.2%最有压力的呢是美国。美国呢当下想要裁军都没有办法，想要削减军费都没有办法。我认为看到那个7.2%的时候呢，马克龙想要去整顿美国的国防部，都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因为现在的美国的所有的军费的投入，在它呢军事力量的支撑上面呢，都变得非常难的情况下面，但是呢，中国的军事力量跟军备呢，还在呢持续的成长。但是我们真的该看懂呢这一次的政府的工作报告里面，我觉得他谈的大部分。大概3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呢，对于当下的经济发展困境呢，地方财务的问题，他用了零基预算的方式呢，对于地方政府的财务问题做相当程度的释放，把赤字率呢提高到4%。第二个呢，他对于呢高科技业的琢磨呢非常多。你看他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呢，针对高科技领域里面，他已经在谈6G 了。川普1.0呢，面对是中国的5G 的独霸，所以他以为呢把华为整死就可以。可是他2.0上来面对是中国的6G 系统，现在呢已经在他的政府的工作报告里面，你看他谈机器人，你看他谈 AI， 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呢充满了科技语言，充满了科技的新元素，那个是你在过去读的时候呢没有过的。第3个就是说，他对于民间企业的大放手，这在过去呢也没有看到过。他已经10多年的时间了，从来没有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呢对于货币政策采取宽松的态度，这是15年来的第一次。他对于新的科技业，对于呢独角兽呢，他采取一种呢鼓励的态度，这在过去几年你也从来没有看到过。所以眼前的这一份的政府的工作报告，我看完了之后，我认为是很有自信、很务实呢，但是很低调的，跟你看到的吹牛比赛是完全相反的。继续再回来。